福尔顿街1100号酒吧发生大型火灾，救援中心接到报警电话，立刻派人赶到现场。沃克队长刚一下车，明艳的火光破窗而出，慌乱逃窜的民众不断在街道涌现，陆续有消防车和急救车涌来。消防员们找到负责人了解情况，负责人表示这是新建的酒吧，有将近50-60人困在里面。此时凶猛的烈火无情吞吐着每个角落。沃克队长见事态紧急，当即部署营救计划，以金尼为首的消防小队来到门口。这时门后不断传来砸门呼救的声音，金尼多次尝试用消防镐撬开铁门，就在打开的那一刻，蜂拥而出的人群险些将消防员撞倒。为了避免遗漏幸存者，消防小队身负火海，酒吧内狂猛的烈火夹杂着浓烟，放眼望去根本看不清前方。金尼吩咐大伙用搜救绳系住腰间，避免走丢。门外越来越多的消防车与急救车云集，火灾的严重程度已经出乎众人的预料。与此同时，消防员们穿梭在浓烟弥漫的过道，不断的呼喊，借此引起幸存者的注意。突然，阁楼层传来求救声，眼见没有上去的楼梯，消防员便搬来梯子爬上去营救。岂料女人的身后竟有幸存者突然冒了出来。刹那间，木板断裂，众人掉落。消防员斯托特深埋于杂物下，受了轻伤。众人合力将杂物搬开，将他救出。个别幸存者爬出窗口，从云梯离开。爆破声再度响起，狂猛的烈焰越发肆意猖狂。此时，黑衣男人找到沃克，声称自己的女儿还在里面，恳求沃克队长派人进去营救。一边是他哀求的目光，一边是汹涌不断的猛烈火焰。街道已然多了几具焦黑的尸体。沃克队长虽然心系队友的安全，但最终还是心软，决定派人搜救。经过一番搜寻，幸运地找到了昏厥倒地的女孩。可就在金尼等人回返的途中，炽烈的火焰挡住去路，金尼只能砸掉幕墙，寻找其他的路。街道上等候的队友通过无线电呼叫他们，却迟迟没有传来回应。直至在众人忐忑的目光下，终于看到同伴们扛着女孩成功归来。然而，即便消防员拼尽全力的抢救，依然有许多人在这场火灾中葬送。第二天清晨，许多逝者的亲属朋友来到现场悼念。看到酒吧的屋主出现，许多人的理智被愤怒掩盖，屋主被淹没在人群中，沦为沙包。直至消防员将他带到消防局，这才逃过一劫。然而，听到电话不断传来的噩耗，屋主忽然起身前往卫生间，直到枪声响起，众人赶到卫生间，愧疚难安的他选择用自尽了结性命。天灾人祸我们难以避免，出门在外安全至上，遇到突发状况冷静处理永远是第一要素。